我叫庄柔，意外穿到书里，成为三皇子李玄义的炮灰侧妃。身在一夫一妻制度熏陶下长大的有志青年，竟然变成了妾。庶可忍，甚不可忍。着喜服。原主怯弱，大婚后不过3月，便被李玄义的正妻崔令荣害死。崔令荣以为他和李玄义永远伉俪情深，殊不知他很快被废。玄义，我是你的发妻啊，玄义，你许诺过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谋害本王此事，从今日起，流放人骨塔，永生永世，不得回京。玄义，玄义，玄义！崔令荣，你可知明日成为太子的李玄义就会娶其他高门女为太子妃？在这个深宫中，最不该留的就是情，对帝王最不该有的就是爱。爱情会背叛你，但权力不会。既然我为炮灰侧妃的事实已定，那么此生无论运用何种手段，我都要改写庄柔惨死的命运，当上手握至高权柄的皇太后。今夜本王不会留宿。是吗？一会儿你可别自己打脸。本王与令荣伉俪情深，迎你入府，乃是陛下之命，实属无奈之举。但是本王已经有了令荣，便绝不会碰其他女人。臣妾明白，臣妾定会安分守己。天色不早了，臣妾恭送王爷。你赶本王走？新婚夜丈夫不留宿，对女子而言是奇耻大辱，她怎么可能不在意？本王什么女人没有见过？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休想留住本王。臣妾不敢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王爷王妃感情深厚，妾怎么能忍心破坏呢？你恪守本分甚好，令荣人美心善，日后定会将你像亲妹妹一样对待。你若有什么需求，便可告知于他。除了宠爱，吃穿用度，本王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臣妾先行谢过王爷。书中原主洞房夜，李玄义根本就没留下。这一世既是我新版庄柔，就不会让你再离开这城福殿。侧妃娘娘，您这是？妾身素来听闻王爷王妃感情深厚，今夜王爷恐不会留宿城福殿。妾身倒是没什么，但是妾身的父亲面子上恐怕过不去，到时候万一父亲震怒，影响了王爷夺储，对整个晋王府都是噩耗啊。侧妃娘娘，请您放心，奴才定不辱使命。难为侧妃娘娘为王爷和晋王府操心了。3、2、1。王爷，您不能离开呀！如今您与梁王正在争夺太子之位，而这庄家父子对你很重要。大婚之日，你舍庄家最疼爱的嫡女而去，你这不是打庄守府的脸吗？王爷，还望王爷三思，还望您三思啊！可是本王已经答应了令荣，今晚绝不留宿城福殿。王爷，王爷三思，王爷三思啊！王爷三思啊！崔令荣，你说今晚是你赢，还是我赢呢？夫人，该就寝了。王爷还没到，
着什么急？玄逸答应过我的，今晚不会留宿城府殿。可是，已经3更了。我相信玄逸会信守诺言的，即便面对宫中压力，不得不娶其他女人，在他心中也只有我一个妻子。王爷，王爷，王妃娘娘，是奴才。王爷呢？王爷让我告诉您一声，他今晚不来朝阳殿了，让您早点休息。奴才告退。庄柔，你个贱人，敢和本宫抢人，本宫要你的命！本王想了想，新婚当日，若夫君不留宿，新娘恐名声受累。为了庄侧妃今后在府中的安稳，今晚本王留宿此处，以保全你的颜面。哼，真好听，说是为了我着想，实则舍不得庄家的支持吧？真的很符合上位者，明明自私利己，还一派恩赐的真是嘴脸。臣妾谢王爷隆恩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你是本王的侧妃，又不是本王的奴才，都跪了一晚上。王爷，不过有几分姿色罢了。我堂堂皇子，又岂会被美色迷惑？今晚本王留宿此处，是为了保全你和庄家的颜面。若你生出非分之想，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臣妾明白，臣妾绝不逾矩。臣妾先服侍殿下沐浴更衣。他是不是太不把本王当回事了？李玄义内侧，我提前将褥子换成了凤凰丝，白天尚没有差别，到了晚上一降温，就会凉彻肌肤。届时他一定会贴向温暖的我，李玄义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侧妃，您怎么睡在了榻上？小心着凉。昨夜王爷一直往我的方向挤，我实在是避不开。若是王爷醒来，定要怪我勾引他，所以我才连夜睡在榻上的。侧妃受苦。明明就是王爷贴着你，侧妃如此美丽，王爷怎会不心动？这一招叫以退为进。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让他李玄义主动与我圆房。在皇家母凭子贵，靠男人不如靠肚子。什么？竟是我贴着他？本王竟真的被美色所惑？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取喜帕。侧妃糟了，没圆房哪来的喜帕？王爷还在更衣，在门外候着。是。王爷，臣妾知道。皇后娘娘赐婚臣妾，是为了让臣妾替皇家绵延子嗣。若是知道你我二人为圆房，臣妾受罚是小，皇后娘娘责骂王爷是大呀。本王也知晓，母后因本王迟迟未有子嗣，已经敲打数次，可本王不想背弃对令荣的诺言。臣妾知道了，臣妾不会让王爷受罚的。王爷得罪了。这滴血是王爷对王妃的忠贞，也是王爷对臣妾的照拂。你知道就好。老娘替你圆谎擦屁股，你还高高在上，我呸！谢王爷体恤。
王爷，这怎么还在出血？小伤而已，本王没事。香云，开门。给殿下和庄侧妃贺喜，奴婢奉皇后之命前来举喜帕。皇后娘娘看了肯定会开心的，奴婢就先告退了。早膳，本王就不陪你了，本王还要去宫中当值。恭送王爷。夏云，走吧，去给王妃敬茶。去晚了，又要说我们不懂规矩。还不知道王妃会怎样为难您呢。我不怕她为难，我就怕她不为难。书中崔令荣烫伤原主手指，引发溃烂，原主怕伤口难看吓到李玄义，愣是闭关养病了半个月，差点让李玄义把他人都给忘了。这事看我怎么借力打力。香云，去东厨给我端碗鸡血，小心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是。侧妃庄氏给王妃敬茶。既是敬茶，自是要满杯。白芷，这水壶里可是滚烫的开水，一会儿别怪我手抖，烫你这小贱货的骚蹄子。若是碎了茶盏，再判你个殿前失仪。小贱蹄子还挺能忍，看我不烫死你！可以收了，不然真诺巴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放肆！竟敢在王妃面前失仪，该当何罪？血，侧妃有血！王妃，臣妾来了月事，恐体力不支，望王妃恕罪。王妃是真的有明显的腥臭味儿，等于说你昨夜并未跟玄义圆房。回禀王妃，王爷昨夜留宿，皆是为了给我庄家脸面，也是为了不给王妃留下一个善妒的恶名。臣妾的父亲最是护短，若是知道臣妾入府第一天就受到怠慢，恐是会迁怒于王爷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没有必要生这些嫌隙啊。书中原主怯弱，殊不知人善被人欺。这时我偏让他崔令荣好好掂量掂量，我娘家庄家可不好惹。玄义在争储君之位，我崔家根基比不上庄家，如今断不能得罪庄家。若耽误了争储大事，可就满盘皆输。光顾着吃醋生气，竟忘了这一层。妹妹，快请起。这白芷是我裴家丫头，跟我时间久了，难免有点跋扈。妹妹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怎么会？姐姐如此体恤妹妹，妹妹定当守护好王爷和王妃的感情。谁不知道王爷对王妃的情谊啊？又有谁能跟王妃相比呢？还算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再过半年，我身体调养完，便可为玄义繁衍子嗣。不过是王爷重情重义，给我这发妻几分薄面。妹妹特意带了几元方的点心，还请姐姐笑纳。妹妹有心了。庄侧妃见过令荣了，如何？回王爷，一派和睦。看来庄侧妃还算听话，听进了本王的交代。除了什么？除了王妃的丫鬟白芷使坏，还烫伤了庄侧妃的手。你说什么？庄侧妃现在在哪儿？庄侧妃说，汉王爷日夜操劳，想亲手下厨给您做点点心，奴才劝了，劝不住啊。闹！手
受伤了还来后说，给谁看？王爷，妾是想着您公务繁忙，想做点可口的点心给您补给。受烫伤的事，为何不禀报？王爷，都是贱奴使坏，跟王妃没有关系。臣妾怕您责怪王妃，所以才不说的。王爷，您要是想替柔儿撑腰，您就惩罚白芷就行了，可千万别怪王妃。难得你如此明事理。来人，将白芷拖出去，杖责30。是。先收拾了老虎长牙，至少能煞煞威风。王爷，您来都来了，您来尝尝我新做的点心吧。尝尝吧，王爷。如何？香甜绵密，甚是美味啊！这是何物？这可是我在蛋糕店打工时学到的提拉米苏秘方，要俘获男人的心，先征服男人的胃。这个是提拉米苏，是我在古籍上找到的蛋糕配方，是用牛奶、鸡蛋和面粉，用时半年才复刻出来的。柔儿做糕点的天赋，比宫中御厨都要好。王爷，您刚刚叫妾柔儿，怎么不喜欢吗？喜欢的紧。敢让庄侧妃手上落了疤，本王扒了你的皮！是。侧妃娘娘忍忍，下官需挑破烫伤脓包才能上药。来，靠着本王肩膀。侧妃娘娘，下官有失真了。好了，下官告退。王爷息怒，臣妾刚刚一时疼痛难忍，没忍住才咬了王爷。你短短入府3日，便咬了本王2次，若再有一次，本王可就要咬回去了。鱼儿上钩了。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应该去找王妃了。刚刚是妾思虑不周，光顾着跟您分享好吃的，还留您到现在。想我堂堂亲王，多少世家女子想要入府侍奉，只有我不愿意、看不上的份儿。没想到被母后硬塞进来的这个小小弱女子，却天天赶我走，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恭送王爷。小姐，王爷明明不想走，你为何不顺水推舟留住他呢？这种事啊，宜缓不宜急。男人若是猎人，那女人就是猎物，他们越是得不到，就越心猛；越是让他们容易得到，他们就会早早的厌弃。这长路漫漫，在这后宫中，既要爬得高，也要做得稳。再说了，我想要的也从来不是这个男人的深爱，我要的只是他背后的权力。庄侧妃的手怎么回事？都怪臣妾管教不严，加怒惹事，请王爷恕罪。你们都是本王的妃子，你和柔儿和睦相处，陛下和皇后才能放心，本王才能安心做事。短短2世就已经柔儿了吗？臣妾谨遵王爷教诲。王府中有母后的眼睛一直盯着，本王不能冷落柔儿。王爷给臣妾说这个干什么？是要和他圆房了吗？是庄柔搬出皇后来威胁你了吗？与他无关。怎会与他无关？在他入府之前，王爷从来没有这个心思。我们成亲看看2年而已，王爷就对别的女人动心了吗？
易容，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像泼妇吗？本王还有公务要批阅，王妃先就寝吧。奴婢在。给我查妆容。本宫真不信，救不出他半点错处。是。本宫要他死，要他死！王妃，奴婢打听到，庄柔和纳兰德青梅竹马，本就要成婚了，结果被一纸诏书赐给了王爷。这纳兰德听说直接吐血病下了。我还当他真的为我和玄逸的爱情感动，而主动退让呢。原来内心有野男人。我得想办法让王爷亲眼看到他与狗男人私会，发配了他才成。要成事儿不难的，听我一言。你忠心为本宫谋划，本宫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没想到王妃竟然真的能把听风阁的戏票赏给小姐，她把我支出府里，就能跟王爷有更多的相处时间，不稀奇。纳兰公子，阿兄，好巧，你也来这听戏啊？小厮忽说今日有好戏，祝家坡，便来凑个热闹。不知娘娘是否可赐在下一座？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和玄逸也马上就要到了吧？谢谢你点的这波醋饮，让王爷更想征服我。阿兄，你可别这么称呼我，我可不是什么娘娘，谁不知道我在王府就是个挂件，王妃和王爷的感情才好呢。来，坐。从前本王喊你出门踏青，你都不愿意出门，今日怎么有闲情雅致？臣妾看王爷近日公事烦闷，想陪王爷出来逛逛。难为你有心了。王爷，那不是庄侧妃吗？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王爷，还知道本王是谁？王爷，你弄疼柔儿了。本王的妾室，不劳纳兰公子费心。庄侧妃，就算你和纳兰公子是青梅竹马，那你也要搞清楚身份呀。你如今已然是王爷的侧妃，又怎能和外男私会呢？王妃慎言，妾清清白白，哪怕你是王妃之子，也不能堂而皇之的污蔑诋毁于我，毁庄家的名声。你和外男私会，本宫和王爷抓了现行，你再怎么解释也没用。哦，本宫一直奇怪呢，王爷天人之姿，你却一直避之不及。原来你的心里念念不忘野男人呢，如今更是府外苟且。你把王爷的脸面和威严放在何处？庄首府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王妃慎言，被抓了现行，你还敢狡辩？庄氏，你可真是不知廉耻！够了！让本王回府。我是谁？说我是谁？王爷，您不要这样。回答本王，我是你什么人？王爷是当朝皇子，是手儿名义上的夫君。在你心里呢？你心里的丈夫是谁？我说你怎么私自赶我走，不愿意与我圆房？原来你心里早就住了别人，是纳兰德是不是？是与不是？王爷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今天亲眼所见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王爷，是王妃误会了臣妾，臣妾与纳兰德没有任何关系。若王爷不信，臣妾以死明志。放肆！我还不能问你了，竟敢自轻，原来就是本王对你太过于
素质，我现在就要了你！那贱蹄子是不是正被王爷杖责，马上就被逐出府了？王爷在对林侧妃用强，要与他圆房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王妃，要是真让他圆了房，那贱蹄子的孩子生在您的前头，那您的地位可就不保了。若此时同意了他，不但会坐实和纳兰德的过错，今日之后也不会被他高看一眼。王爷息怒啊，王爷！息怒！你做如此混账之事，你要本王如何息怒？王爷，戏票是王妃给的。若是我真想跟别人行苟且之事，我干嘛不自己去找戏票呢？说不定你就是胆大包天，又没有人会查你。王爷，臣妾哪有那个胆子？既然你嫁给了本王，本王便不允许你心里有别的野男人。王妃，王妃，你三思啊！王爷在里面，你不能闯寝啊！不闯寝，不闯寝的贱人的孩子都生在我前面了。王爷，您轻点，妈你疼我了。贱人！王妃，王妃！放肆村氏，是不是本王太纵容你了？竟敢闯宫！王爷恕罪，只因戏票一事，全因臣妾赠票而起。臣妾刚查明真相，吾第一时间前来禀告王爷。本王倒要听听，你查出了什么真相？来人，将罪奴白芷带进来。白芷，本宫断不能让庄柔的孩子生在本宫前头，你可愿助本宫？奴婢是王妃的陪嫁丫鬟，为王妃万死不辞。罪奴白芷，还不将你的罪过禀报王爷？王爷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奴婢见您近日与庄侧妃交好，替王妃不平，故假借王妃口吻给庄侧妃送喜票，又假借纳兰德好友口吻要纳兰德到听风阁，都是奴婢的错，这才有了捉奸这件事。求王爷赎罪，求王妃赎罪，求王爷赎罪！大胆罪奴，竟敢设计编排庄侧妃，本王若不重罚你，南冥府记。王爷，都是奴婢的错，求王爷看在奴婢一心为主着想的份上，饶了奴婢这次吧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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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崔氏，你此刻还要为你的陪房丫鬟求情吗？臣妾想说的是，此次断不可轻饶这贱婢。臣妾深知王爷素来厌恶后院争宠，这贱婢这么做，既陷侧妃于不仁，也陷臣妾于不义。求王爷严重处罚，以儆效尤。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你为了阻挠李玄义与我同房，竟然不惜牺牲你如此重，今后我还断不能小看你。来人，将白芷拖出去，杖责5时，赶出王府。王爷，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王爷饶命啊！王爷。蓉儿，你有如此见识，本王甚是欣慰。后院案才能听前案。你和庄侧妃和睦相处，才是本王最希望看到的。臣妾恭送王爷王妃。哼。林荣，你先回朝阳殿，本王有几句话同庄侧妃说。是。蓉儿，本王今日误会了你，你还生本王的气吗？臣妾怎么敢生王爷的气？那你为何之前一直推开本王？本王看到你与外男共处一室，本王还真以为你心中有了旁人，所以才对本王无感。王爷，妾入府第一天，您就跟妾说过，说您与王妃感情深厚，让臣妾不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臣妾怎么还能有别的念想？那你可曾对本王有过想法？王爷风姿卓越，怎可能有妙龄少女不倾心？妾也只敢心里偷偷的想，怕破坏了王爷和王妃的感情。本王就说，本王英气逼人，怎会有女子不动心？柔儿如此听话，本王甚是欣慰。
只是本王曾许诺令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但现在迫于宫中压力，才被迫纳妾。只是这妾的孩子不能生在王妃前面。王爷，妾明白。今日你受委屈了，本王就留宿承福殿，陪你安眠。可是王爷，王妃那边会不会生气啊？令荣心胸宽阔，能懂本王的心思。王妃娘娘，王爷那边传信说，今日庄侧妃受到了惊吓，她今日留在承福殿，让您不用等她了。本宫知道了。是。娘娘不必担心，既然误会解开了，那王爷便不会有圆房的心思，只是念在庄侧妃受了委屈，才施恩留宿。本宫当然知道王爷对本宫的心意，那贱蹄子不过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才能狐媚惑主。如果毁了他的脸，看王爷还会不会多看他一眼。拜见侧妃娘娘。吕公公不必多礼。王妃手下贱婢使坏，令王爷喝责了你。王妃心疼，特命人赶制一件春衣赠与侧妃娘娘。庄侧妃，天风阁一事都是贱婢使坏，您可千万别因此迁怒了王妃呀。书中原主程婉宠就被崔令荣赐予这件天花病人缝制的春装，穿后得了天花毁了容貌。崔令荣，你定是算不到，我是来自21世纪的医学生，天花能奈我何？公公哪里的话，我怎么会迁怒王妃呢？姐姐宽厚仁德，对我时时照拂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我这2天就筹备回礼，亲自叩谢姐姐。您和王妃能够和睦相处，王爷定会喜笑颜开。在下就告辞了。我来端吧，侧妃。这是天花病人缝制的，你不要碰。侧妃，您怎知衣上有恙？跟他说我是穿书来的，他也听不懂。我自有我的眼线。那快把这衣服扔了吧，可别真惹上了天花呀！王妃恩赐之物，岂能随意丢弃？我不仅不扔，我还要穿上它。那您岂不是会得天花？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王妃送我这么大一个礼，岂有不回礼之说？香园，你去帮我准备王妃的回礼。娘娘，庄侧妃亲自给您送来了春装回礼，奴婢看了是江淮蜜。他给我送东西，能安什么好心？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娘娘，可奴婢听说这江淮蜜饮用后，连出的汗都是甜的。在江南，很多女子同房前都会饮用一杯，以讨郎君的欢心。这倒是有趣，快冲一杯给本宫尝尝。也不知王妃喝了没。回禀侧妃，王妃已经饮用了江淮蜜。太好，我送她的可是千金1两的好东西，她要是识货，自是不会放过。走吧，咱们去借一个东风。禀王爷，庄侧妃求见。柔儿来了，这是柔儿第一次找本王，本王就知道她心悦。传。臣妾拜见王爷。柔儿，快请起。本王最近公务繁忙，确实忽略了你。王爷，妾此次来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姐姐。此话怎讲？王爷，王府后花园的花都开了，可是妾却从未见姐姐赏过。听下人说，从前都是您陪着姐姐才去。
王爷，您赶紧陪姐姐去赏花吧，不然花都谢了。庄妃果然乖巧懂事，不争宠不说，还主动让我带蓉儿去赏月。本王知道了，本王这就带蓉儿赏花，你也一并去吧。王爷王妃先行，妾先出个宫，随后就职。要不是怕李玄义也感染了天花，影响我下一步的进度，我刚才就穿上这衣服。蓉儿，是本王最近忙于政事，疏忽你了。你也知道，本王和梁王正在争宠，本王必须得做出点事情。王爷，蓉儿懂。今日王爷独请蓉儿逛园子，蓉儿就知道，王爷对蓉儿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。本王与蓉儿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王爷王妃，见过王爷王妃。他怎么穿着这衣服来了？你别过来！姐姐，柔儿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姐姐吗？为何不让柔儿现身？王爷，奇怪，这小贱蹄子脸上怎么还没起疹子？蓉儿，是本王让庄侧妃一并赏花的，你不要这么擅动。这件衣服是天花病人缝制的，绝不能让王爷也染上天花。回禀王爷，是侧妃近日身上香味实在太过浓郁，臣妾都有些受不住，怕是惊扰了王爷。那妾就远远的跟着王爷和王妃。还是柔儿懂事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，还是旧人香啊。走得快不如走得远，咱们走着瞧。王爷，此菊开得好美啊！赏，给蓉儿也采一束。是。王爷，臣妾能否把这只紫菊转赠给姐姐？姐姐雍容华贵，紫菊磅礴大气，这紫菊跟姐姐更为搭配。这小蹄子，今日难得有自知之明。妹妹谬赞。准。好香啊！王爷，那不如把三叶梅赏给妹妹吧。准。柔儿，你最近是越发懂事，本王甚是欣慰。能看到你和令荣和睦相处，是本王的幸事。臣妾谢过王爷。有了这香气逼人的紫菊和我特制的姜怀蜜，姐姐，你可捅了蜜蜂窝了。李公公，快保护王爷！蓉儿，走开！小心王爷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幸运你送我天花病毒符，我送你蜜蜂消消毒。快来人呀！快救救王妃！蓉儿，蜜蜂怕水，来人，快打水！娘娘，你还好吗？娘娘，看本宫还好吗？姐姐，你赶紧穿上妹妹的外袍，回寝宫还需走上一段，可千万别着凉了。我不要！崔玲柔，你送的好衣裳，还是你自己穿去吧。这衣服真有天花，我不要穿，我不！柔儿心境如此之善，动着自己也要帮扶姐姐，你赶快披上。崔玲柔，哪怕你明日遍体天花，也怪不到我头上。谁让这衣服本就是你送我的？这一次，我让你好好知道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苏菲，你这样会感染风寒的。我就是要受凉。王妃那边怎么样了？说是染了重病，王太医已经到了。给我更衣，我要去探望我的好姐姐。王太医，王妃她如何了？回禀王爷，不知是否是因今日受惊又受凉，王妃突发天花。什么？天花？李玄义，你个老道！刚花园里你还说跟崔令荣一生一世一双人，
结果他一得天花，你跑得最快。王爷，姐姐怎么样了？王爷，是你，本宫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。王爷明察，是庄柔给我批的那个波纱有问题。王爷，姐姐，你是病糊涂了吧？这件春装是你昨天赐给我的，今天我也一直在穿，没有得什么天花呀。不错，这衣服柔儿穿了一晌午，她都没事，怎么你穿就有事？不可错怪了柔儿呀。还是现代文明好呀，疫苗 YYDS。侧妃，天花病人的豆荚已经取来了。搞定，崔令荣，我已经成功接种了天花疫苗，你能奈我何？王爷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一定是他搞的鬼，一定是他。柔儿，没有证据怎么能胡乱攀扯侧妃？姐姐，妹妹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姐姐要这么对我。柔儿，你可知是柔儿亲自到书房告诉本王，你最近郁郁寡欢，让本王带你逛园，你怎么能错怪了他？本王最讨厌杜甫，你这样实在让本王失望。姐姐，今日妹妹见你受凉，宁愿自己受凉也要把衣服给你。妹妹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。柔儿已经有药，你断不可再生病。王太医，去承福殿。是。庄柔，你个贱人！本宫要你死，要你死！王爷，妾想去偏殿睡。为何？妾虽然刚食了汤药，但仍然感觉周身冰冷。妾想去偏殿，让湘云抱着妾睡。难道本王还抵不过一个丫鬟？过来。妾不敢。妾现在是病体之躯，要是跟王爷同床共枕，把兵器过给了王爷，那妾就罪该万死了。你若现在出去，你我不和的传闻定将传出去。难道你想让你父亲担心吗？本王浩然正气，可抵万病。再者，你得的并非天花，而是高热，对本王并无影响。李玄义呀，李玄义，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吧？如果今晚我得天花，崔令荣得高热，那你早就远远避开了。只是抱着睡一觉罢了，不会发生什么的。王爷，你对妾这么宠爱，妾真的很感动。男人呐，永远拒绝不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女人。没想到这个李玄义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。这些天崔令荣感染天花，他虽宿在我房中，却当真没碰我，真是发乎情，止乎礼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湘云，是，备轿，我要进宫见皇后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臣妾不敢，臣妾有罪，望皇后娘娘责罚。哦，你何罪之有？臣妾知道，皇后娘娘给臣妾赐婚，是希望臣妾替皇家延绵子嗣，可臣妾却连王爷的心都笼络不到，王爷眼里一心只有王妃，是臣妾无能，请娘娘准许臣妾与王爷和离，成全了王爷王妃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情谊。胡闹，简直胡闹！身为皇家，可以多情，断不能痴情。作为皇子，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简直天方夜谭。
庄侧妃，你先起来吧，本宫会为你做主的，否则庄首府那里，本宫也无法交代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儿臣见过母。今日召你来，本宫有事要问你。这是本宫请太医为庄侧妃开的良方。玄逸，你就是这么欺瞒为娘的吗？本宫请太医为庄侧妃诊脉，可太医却说庄侧妃仍未完毕，你作何解释？母后，儿臣知罪。玄逸，你如今正和梁王争夺太子之位，你可知子嗣对夺储有多么重要？我不管你与王妃多么情深厚谊，可他迟迟没有所出，这就是最大的罪过。母后，令荣小产后身子还未恢复，加之前些时日又感染天花，请母后再给他半年时间。糊涂！3月格局已是一变，半年如何等得？倘若梁王的儿子生在你的前面，你还如何做得太子之位？来人，把三皇子给我关进城福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给他开门。秋月，快瞧瞧，可遮住我脸上的印记了。已经瞧不见了，娘娘。王太医说您已经痊愈。太好了，快去备好陆荣和秋葵，去请王爷。王爷最爱这2样了。白天王爷也应了要来朝阳殿，可皇后娘娘一个信儿又把王爷传进了宫。这会子，王爷就是想过来也过不来啊。听闻他是被皇后娘娘锁在了城福殿。什么？放本王出去！王爷，侧妃娘娘，你们俩就别再让我为难了。当务之急啊，先让皇后娘娘抱上孙子，否则你们俩都别出来了。我去，没想到圣皇后这么直接啊，直接将我和李玄逸锁一起了。放本王出去！蓉儿今日痊愈，本王已经答应她陪她用晚膳的。王爷，别再让奴才为难了好吗？没有皇后的口谕，谁敢放你出来呀？吕公公，您先写好把门打开吧。王妃大病初愈，要是没见到王爷，大病犯了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王妃洪福齐天，有王太医坐镇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吕公公倒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皇后位尊权高，得罪不起。王爷，要不今晚就先就寝吧，明日换了锦荣姑姑来，打点一番，让皇后消气了，此事就过去了。今日你见了母后，晚上便有此事。你为了让本王碰你，竟与母后联手。王爷，妾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王爷的事。今日妾进宫是为了求母后赐王爷与臣妾和离，成全了王爷王妃。妾说的没有半句谎话，王爷若不信，可以去打听。你说你要同本王和离？王爷今日来，虽然日日宿在城福殿，可却没有碰过妾，心中所念都是姐姐，所以妾想成全王爷和王妃的情谊。原来是我冤枉他了。本王没说不同你圆房，只是想让令荣的孩子生在前头。王爷，妾没有再逼你碰妾，妾今晚独自睡在榻上。从前怕暴露心思不敢加料，这次就算是我让香烟加了料，旁人也只当是皇后手段。李玄逸，这次看你守不守得住。王爷，
你还好吗，王爷？不许走，本王不许你走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本王好热，本王好难受，本王有你，本王最欢喜的就是你。王爷，你想想王妃，妾的孩子不能生在她的前面的。本王管不了那么多，本王快憋死了，本王受不了了。从哪来的烟啊？娘娘放进了一支烟饼，只有浓烟，不会伤到王爷。走。王后娘娘，承福殿里浓烟滚滚，殿室里面走了水。玄房重要还是王爷的命重要？你们想看到王爷并肩吗？奴才不敢。那还不赶快开门！是。大胆崔氏，竟敢闯宫！王爷，臣妾不敢扰王爷兴致，但是承福殿浓烟滚滚，臣妾实在担心王爷安危。哪怕王爷事后责罚，臣妾也万死不辞。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怕这烟就出自你的手笔吧？王爷，赶紧带着侧妃娘娘离开这里吧！快，王爷！王爷，快喝口凉茶，消消热气。妹妹那边我已经安置妥当了，此茶专门调制，可压情欲。玄逸，你喝了就不难受。舒服多了。这好端端的承福殿怎么会走水？许是天干物燥，屋里的香台走了水。明日我会查验全府香台，避免此类事情再发。柔儿费心了。王爷，你饿了吧？我让东厨还温着餐食，是你爱吃的鹿茸和秋葵。还是蓉儿提起，最懂本王心意。本王最中意的就是你。来人，传餐食。侧妃，别等了，王爷这会儿在朝阳殿吃得正欢呢，怕是今晚不会过来。果然不能相信男人床上的鬼话，刚还说最欢喜的就是我，这会儿自己又在别的女人屋里温存上。方才走水的原因查到了吗？奴婢找了一圈，没发现那气味。那多半就是烟饼，烧完了就没有踪迹。没想到王妃竟有如此手段。她要是没这点心思，这么多年怎么能稳坐王妃之位？侧妃，要不要奴婢这会儿去朝阳殿，就说您被烟饼熏着了不舒服，让王爷过来瞧一瞧。不必了，王爷这会儿也累了，要是再去叨扰，反惹得一身骚。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奴婢告退。崔令荣，今日就姑且将李玄逸让给你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侧妃，王爷好几天没来咱们这儿了，您一点都不着急吗？我急有什么用啊？他要不来，我还能把他绑了不成？可是，您就不怕王爷和王妃情意渐浓吗？男人都是见过的，日日相看，大多数时候不会增进感情，反而会相看两厌。你越找到他越烦躁，你越不找他，他还会越想起你。可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备车，我要去南明寺为王妃祈福。什么？为王妃祈福？侧妃，您莫不是疯了？王妃嫁入王府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身孕，是王府的一大憾事。若是王妃有喜，王爷就高兴；王爷高兴，我就高兴。祈福的事情不要声张，悄悄的去。是。恭送王爷。贺喜王妃，王爷已经连续留宿朝阳殿10日了。承福殿的贱蹄子在干嘛？
是不是在那儿气急败坏呢？城福殿并没有动静，不吭声肯定憋着坏的。去，给我打探清楚。回禀王妃，庄侧妃悄悄出府了，走的还是小辈儿。派人跟上，本宫要知道他做了些什么。是。王妃，打探清楚了，庄侧妃日日出府，去的是南明寺。他去南明寺做甚？打探的人禀报说，他在为王爷王妃祈福，希望王府能尽快延绵子嗣，好继承千秋大业。他为本宫祈福，笑话！本宫上次遍体天花都是拜他所赐，他怎么会有此等好心？可打探的人并未发现端倪。他若是真心为本宫祈福，为何每日偷偷摸摸的出府？定是王爷最近日日宿在我殿中，这贱蹄子耐不住寂寞，找野男人去。南明寺男女恩客众多，真是苟且的好去处。侧妃，你明明知道王妃的人在跟踪你，为何不做反样？我只是想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暗害我。猜猜看，一是说我扎小人诅咒王妃，或者是诅咒王爷王府；二是说我在南明寺私会男人；三是说我偷卖府中金银，也无非就是这么3种啊。侧妃，这3件每一件被赖上都是不得了的罪过啊！这南明寺3个不能去。去，要去，不仅要去，还得去见一个男人去。侧妃，你可别吓奴婢。王妃，探子回禀，庄侧妃将金钗首饰都悄悄打包起来。私会情郎不说，竟还敢暗送金银，小贱蹄子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王爷，臣妾连着3日去妹妹殿中，都未见妹妹身影。你说她能去哪儿呀？什么？今日有下人瞧着妹妹抱着一兜子金钗首饰，慌慌张张不知道去哪儿。王爷也没听说庄首府家中有恙啊，也不知妹妹变卖首饰是为何。竟有此事！贱蹄子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侧妃，王爷王妃往城福殿这边来了。备车去当铺。侧妃，这是王爷送您的金银细软，还有这金钗，不是您最喜欢的吗？你这样做，王爷会大怒啊！放心，王爷会把这金钗给我们送回来的，我保证。王爷，庄侧妃确实把您送的首饰细软给当了，换成了银钱。庄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庄侧妃现在何处？听当铺的掌柜说，他去南明寺方向了。于公公，你说庄侧妃要这些银钱做甚？奴才也不知道。给本王跟上。是。王妃，打探的人禀报说，王爷在当铺门口发了好大的火。贱蹄子自作孽不可活，怨不得别人。备车，本宫也要去凑个热闹，给庄侧妃助助兴。毕竟以后在王府可是难见她了。侧妃，怎么办？王爷刚才在当铺门口发了好大的火。侧妃，您这是……没事，我自有办法。启程南明寺。是。这些你先拿着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好啊，主主，本王还以为误解了你，没想到让本王抓个正着，竟敢给其他男子钱财。此事可千万不能被王爷发现。目前我只能找到这些了。王爷，奴才现在就进去把庄侧妃给抓了。等等，
究竟输了些什么？娘娘，目前这些银子看来还是够的，日后如若需要，我再找您。好。好啊，庄手，竟拿本王当金银库，勾搭外男，散我王府钱财。开始吧，我不能在这停留太久，一会儿还得回王府去呢，不能让王爷发现了。大胆庄手，竟敢背着本王偷人！王爷，王爷，大胆庄手，竟敢背着本王偷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您误会了，您天人之子，世上哪有哪个男子能与您相比？我又怎么会舍猪求鱼呢？把这个奸夫给我拿下！是。王爷，不可以啊，王爷！好啊，庄手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为你的奸夫求情？真的本王不敢休了你吗？王爷，您休了我是小，得罪了玄清大师是大呀！等等，你说他是谁？贫道玄清见过王爷。叫做玄清，通古今之天地，得之可得天下。玄清大师，您怎会索要世俗之物？王爷，玄清大师让臣妾捐银子买粮，提前存在寺庙里，1周后西城将有天灾，届时将以王爷的名义捐粮捐盐，为王爷笼络民心呢。王爷，您若不信贫道，您可静待1周，便可知贫道是真是假。吕公公，将玄清大师安置妥当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任何人见他。是。玄清大师，请。你见他便见，为何宽衣？王爷，臣妾宽衣，只是怕衣服沾染墨汁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王爷，您弄疼臣妾了。别以为你给本王装可怜，本王这次就会放过你。王爷，臣妾只是近日写字比较多，伤了手而已。你写了什么？幸好提前让湘云把我写的祈福书拓印了500张。臣妾这段日子来寺庙，只是想为王妃祈福，早日得死。除此之外，臣妾别无所求。里面情况如何？打听到了，庄侧妃和狗男人被王爷带人齐齐堵在了偏殿。贱蹄子自作孽不可活，等着吧！今夜以后，王府再无庄侧妃。侧妃，红花油替你取。王爷，说，这些日子侧妃在寺里都做了些什么？回禀王爷，奴婢只知侧妃日日在寺庙替王妃抄经，其他一概不知。所以你这些天在寺里，不是替本王积德，就是为蓉儿祈福，难道一点都不为自己？王爷，臣妾深知王府上下是一体的道理。王爷跟王妃过得好，妾就能平平安安。明明在做好事，为什么神神秘秘，不让本王知晓？王爷，臣妾之所以能见到玄清道长，多亏了臣妾父亲的帮忙。臣妾的父亲跟臣妾千叮咛万嘱咐，千万不能泄露玄清道长的行踪，否则有可能被梁王截活。所以才秘而不宣的。庄首府有心了，下次有事一定要庄首府告诉本王，不然本王误会了你，如何跟庄首府交代？果然，娘家硬气，媳妇儿才有底气。王爷，臣妾也想跟您说呀，可是您日日都在朝阳殿，臣妾根本就见不到你。本王今日确实去长福殿少了些，本王向你保证，今后本王绝对不会再冷落了你。臣妾先谢过王爷。对了，手还疼吗？疼。湘云，把药放下，出去吧。王爷，你给妾呼呼。呼呼。男人的脖颈可是最敏感的地带，李玄英，我不信你撑得住。王爷。这就是呼呼，王爷，这就是呼呼。
王妃方才吕公公和斗笠男上了马车，应该就是王爷。那王爷已经离寺，那小贱蹄子呢？未见女人上马车。难道小贱蹄子没被抓住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逃了。小贱蹄子在哪儿私会？快带我去。小的时候，臣妾手受伤了，臣妾的母亲都是这么给臣妾护护的。你现在是在勾引本王吗？那王爷被妾勾引到了吗？王爷，这是寺庙，不可呀！有何不可？本王今夜就要留宿这南明寺，你看谁敢拦本王？可是妾怕打扰了佛门清修。无碍了。李玄义，就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还不是主动与我圆房？你且去瞅瞅，看屋内是否是那个贱蹄子。是。王妃，是那个贱蹄子的香云纱。好，本宫今夜就替王爷捉奸，替王府证明，闯进去，给本宫打死那对奸夫淫妇。是。王爷，贱蹄子，王爷早已离寺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糊弄本宫，打，给我打！本宫不喊停，不许停！住手！住手！王爷，你醒醒，王爷！王爷，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？不，王爷，你醒醒！王爷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王爷，臣妾不是有意的，臣妾不知道里面是你，王爷。你两个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赶紧带王爷回府医治！妹妹，姐姐真的不是有心的，姐姐不知道里面真的是王爷。妹妹，姐姐哪里的话，里面不是王爷还能是谁呢？姐姐还是好好想想，回去怎么跟王爷交代。明明伤的是本王，你怎么流下了泪？王爷，伤在你身，痛在妾心。昨天晚上那一棍子，要不是王爷挡在妾身上，现在受伤的就是妾了。说不定妾没忍住，那一棍子就西去了。不许说不吉利的话，有本王在，绝对让你无恙。可是姐姐怎么都不信妾难受。王爷，臣妾错了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做了蠢事，实在难辞其咎。你是该给本王道歉，但你更应该向柔儿道歉。柔儿去寺里给你祈福赐死，你却污蔑她私会外男，你还有良心吗？王爷，古人云，不知者不罪。臣妾犯下如此蠢事，全是因为臣妾不知内情啊！若是妹妹提前告知我实情，又怎会出现此等差池？所以说，你好一张情嘴，又将锅甩到我这儿。可是姐姐，你从来没有问过妹妹，妹妹每次去见你，你都避而不见。本宫是因为事事专心服侍王爷，所以才不见客的。够！无论如何，你不应该打人。幸好打的是我，若是打到柔儿，她这副娇嫩的身躯，岂不是被你当场打得一命呜呼了？臣妾知错，臣妾自愿去佛堂诵经反省越狱。退下吧。谢王爷开恩。你倒是聪明啊，崔玲珑，先自行请罪。柔儿，令荣他也知错了，想必他也是无心之举。王爷，你挨了姐姐的打都不生气，妾又怎么会生姐姐的气？
玄烨，你个老登，我看你还是被崔玲珑打得轻。若昨夜你被他打死，我看你还会原谅他吗？我的膝盖，撞上那个贱人，本宫没有输，本宫错就错在打错了人。娘娘，什么事情慌里慌张的？西城打雷引发大火，咱院里王爷请回来那个真的是玄清大师。听说王爷龙颜大喜，大赏见天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奴才参见侧妃娘娘。吕公公，您这是？这些都是王爷赏赐您的，有您喜欢的金钗、金银100两，前朝紫玉琉璃瓶，还有100年的灵芝。您储存在寺院的那些粮食，发挥了大作用，百姓们都在夸赞王爷心善，所以王爷喜笑颜开。这些都是玄清大师的功劳，我不过是做了点细枝末节的小事。侧妃娘娘，您谦虚了，王爷能有您这样的贤内助，那是王爷的福分啊。这些都是王爷精挑细选的赏赐，都小心着点儿。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奴才就先行告退。吕公公，有劳了。奴才谢过侧妃娘娘。香烟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王爷会把这金钗还回来？侧妃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奴婢对你五体拜服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不足为奇。那什么才重要啊，侧妃？侧妃说的对，要是我们能先王妃怀上子嗣，那咱们承福殿的恩赐可谓是得天独厚了。距离上次寺庙圆房已有1月有余，是该找个大夫看看。奴婢这就去请太医。哎，慢着！这王府全是王妃的眼线，绝对不能让她知道我是否怀孕。那我们该如何看大夫？你去跟王爷说，我出嫁之后未曾回家，想回家省亲。回娘家看大夫？正是。王妃的手再长，也长不到我庄家。侧妃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柔儿，王爷待你如何？母亲，王爷待女儿极好。那母亲就放心了。你是庄家嫡出的女儿，却被你父亲安排做了三皇子的妾室，母亲心中一直是不愿的。书中庄母一直都很疼爱原主，不过也因为她过于保护原主，使得原主如温室花朵，过于娇弱。去到王府之后，不善女子争斗，很快香消玉殒。母亲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其计深远。父亲选中王爷，定是看重王爷能力。母亲，你不必为女儿担忧。你父亲确实说过，三皇子有龙颜之相，未来大概率为新皇。柔儿，你是侧妃，本就吃亏，要想胜过王妃，必须肚子上争气。你嫁过去已3月有余，肚子是否有动静？母亲，女儿这次回来就是想让陈大夫给柔儿把脉。为何不在王府看太医？太医的水平不比陈大夫强。就庄你这个工作水准，怪不得庄楼败败。太医的水平是比陈大夫强上不少，只是王府的眼线众多，我怕出意外，只能在胎相稳定之前隐秘下好。还是柔儿思虑周全。阿玉，传陈大夫。是。如何？恭喜庄夫人，侧妃脉搏浮华，想是有喜。没想到我真的怀了李玄义的孩子，想我穿书前还是女大，如今竟然变成了宝妈。宝宝，既然你选择我当妈妈，妈妈一定努力坐上正宫位，让你子凭母贵。那可是太好了，三皇子成婚数年无所出，你这可是王府的首胎，快将好消息告诉姑爷。哎，慢着，陈大夫，我有喜之事，不能吞入半口气，必须烂在肚子里，明白吗？是。母亲，我有孕之事，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父亲。等到月份大了，实在瞒不住了，再公之于世。我想着告诉姑爷，
他能对你额外照拂，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王爷事事忙于公务，哪有时间处处照顾府里？他指望不上的，我只能指望自己。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不许透露半点我有喜的消息，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是。跪了1个月，本宫跪的腿都快废了。娘娘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您都不知道，您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承福殿那对主仆有多耀武扬威，仗着王爷的赏赐横行府里，湘云的眼睛都快到头顶上去了。我既是回来了，就不会让他们好。摆下承福殿。是。庄侧妃呢？庄侧妃回娘家省亲去了。那本宫就坐在这儿等她。拜见王妃。起来吧。姐姐今日所来有何事？本宫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你照顾王爷辛苦了，本宫给你带吃的。多谢姐姐照顾。你今日怎么忽然想起回娘家了？妹妹加入王府已有3月有余，从未回家看过母亲，想着是该回去看看了。一转眼你都过门3个月了，不知妹妹这肚子可有动静？妹妹体弱，肚子未曾有动静。你我都是王爷的内人，为王爷繁衍子嗣才是要事。妹妹还是要多加调理身体。我已经叫了太医，一会儿让他给你瞧瞧身子。不必了，姐姐，前段时间刚瞧过，太医说我身子弱，还需要一段时间调理。那正好让太医瞧瞧，看看身子骨和从前相比可有好转。还是老样子，妹妹的身子，妹妹自己知道。老样子可不行，这个太医不行，就换个太医。宫中太医那么多，还有调理不好妹妹身体的道理。瞧我身子不是假的，怕是看我是否有喜才是真的吧。王太医到，参见皇妃娘娘、侧妃娘娘。王太医，今日叫你来，事关皇家子嗣绵延，你可要给本宫瞧清楚了。是。如何？可否有喜？侧妃娘娘身子不够，气血不足，须得好好调养3月，方有可能怀上龙胎。你说她肚子没动静，妹妹这1个月可是日日相伴王爷，你给本宫瞧仔细。王妃，事关龙嗣，下官不敢撒谎。侧妃，不好了，王妃已经在咱店里候着了，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。她最怕的无非就是我的子嗣生在她的前面。这1个月，她被迫去祠堂反省，而我日日陪在王爷身边。你说她出来会如何？查验你是否有喜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有喜，可如何瞒得住啊？有喜之事无法让太医知道，那就只能不让他说出来。你偷偷从府里带点银子出去，堵住王太医，让他闭嘴。他会答应吗？还有3个月，王太医就要告老还乡了。届时崔令荣想找到他，拿着一大笔钱告老还乡，他能不干吗？奴婢这就去办。那王太医可要给我们侧妃好好调理调理。是。今日怎么睡得这么早？今日妾回来趟娘家，有些倦怠，所以小憩一下。那家中如何？母亲年岁渐高，最近身子也不太爽。听府里的下人说，最近总是念叨柔儿的名字。王爷，柔儿想每个月回娘家1次，望王爷成全。难怪柔儿有如此消息，本王便成全你。谢谢王爷。替本王更衣吧。王爷，这个月姐姐都在佛堂反省，她一定很想念王爷。今日是姐姐回朝阳殿的日子，王爷，您回去看看姐姐吧。你要本王去朝阳殿？你要本王去朝阳殿？本王没想到柔儿竟有如此宽容之心。姐姐一定很想见到王爷呢。恭送王爷。
宝宝，妈妈一定保护好你，让你安稳落地。王爷，秋月，快去准备晚膳，像王爷最喜欢的龙儿和秋葵。是。王爷，臣妾还以为王爷忘了臣妾呢。蓉儿，你可是本王明媒正娶的正妻，本王怎么可能忘了你？本王知道你在佛堂前跪拜1个月了，想必你也知错了。王爷情深义重，臣妾就知道王爷不会忘了臣妾的。你永远是本王的正妻。香云，你有没有感觉我肚子过大了？侧妃，奴婢正想跟您说呢。今早奴婢给您更衣的时候，都觉得这肚子遮不住了。奴婢真怕王妃看出来您肚子有恙。回庄家，我要见陈大夫。娘娘，承福殿那位贱蹄子不对劲。他最近不是挺消停的吗？有何不对？奴婢这2个月去后院领布料的时候，发现湘云一直在给那个贱蹄子做新衣，撕的布料也比从前多。去把绣娘给我叫来。是。回禀王妃，承福殿这2个月领的布料确实比从前多。好啊，这个贱蹄子仗着王爷的宠爱，竟然如此挥霍，本宫也要赶制5身新衣。是。本宫要用比那贱蹄子更好的布料，更时兴的款式。回禀王妃，承福殿要的款式都是极简单的款式，不怎么修饰身形。王妃也要此等款式吗？你说什么？奴婢是说，承福殿要的款式都是较为宽松的，王妃您一贯都是要修身的款式，奴婢怕按照承福殿的款式做，王妃相不中。衣裳先不用再做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王妃，莫不是为了掩盖有孕的事实？我说那个贱蹄子，最近怎么老是成兵把王爷往我这儿推？原来在这默默保胎来了。王妃，先让奴婢去打探一二，看这小贱蹄子是否真的有喜。你去，小心着点，别让承福殿的人发现。奴婢明白。香云，扶我去榻上休息一下。是。娘娘如今是越来越嗜睡了。舒和，奴婢看到她的肚子，那小贱蹄子绝对有喜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身体还没调养好，她孩子都快到我前面了，我的王妃之位保不住了。王妃先莫要伤心。奴婢瞧着她的肚子不对，那孩子说不定不是王爷的。怎么说？按照时间推算，王爷和小贱蹄子圆房，也就是在3个月前的南宁寺，到现在也不过才3个月。可我见小贱蹄子肚子大的，说5个月都不过分，怎么可能是王爷的孩子？肚子很大。奴婢瞧见她的肚子大的都冒尖了，绝对不止3个月。怪不得我说要做新衣呢。原来是旧衣穿不了了。秋月，你说她肚子里是谁的孩子？5个月前，庄侧妃不是见过一次外男吗？你说是纳兰德？不错，当时王爷王妃在戏院不堪堪堵住了小贱蹄子和纳兰德，说不定那时候2个人都已经苟且过了，所以此时小贱蹄子才有了5个月的身孕。庄柔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进猪笼，五马分尸。侧妃，奴婢瞧您这肚子不似是3个月的，倒像是5个月的，是吗？奴婢当时服侍过有喜的姨娘，记得她们肚子的大小。得让陈大夫再瞧瞧。可是这个月咱们已经回过庄家了，若是回得勤，怕是王妃那边会怀疑。把黄历给我。确实，
这个月回去过。当初跟王爷请示的就是1个月1次。有了。香云，备贺礼，我要去给母亲祝生辰。可是老夫人她从前从不过寿。她从前是不过寿，可是今年是母亲50岁寿诞，作为子女要去给母亲过50大寿，应该没有人会觉得稀奇吧？还是侧妃聪明，奴婢这就去备礼。王妃，见蹄子出府去了，定是私会情郎去了，派人给本宫跟上。是。回禀王妃，小贱蹄子回了庄家。我记得他前段时间不是刚回过庄家吗？怕是回娘家是假，私会情郎才是真的。那小贱蹄子和纳兰德是青梅竹马，想必纳兰德出入庄家也方便。庄柔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可是王妃，今日见蹄子出府，一点也不避讳，反而是光明正大带着礼品去的，说是要给他母亲庆祝50大寿。那就更好解释了，趁着前厅祝寿，在后堂干些龌龊事，不是常有的吗？不然那对狗男女怎么私会啊？本宫今日也要去趟一趟一锅浑水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可知今日是庄妃母亲50大寿？有这种事？柔儿没有告诉本王。许是庄妃贤德，不想因为自家事打扰了王爷。如今本王也娶了她，又谈何自家他家？再说庄首府也是国之重臣，吕公公去给本王岳母准备贺礼，本王要去庄府。是。王爷，臣妾也给庄侧妃的母亲准备了贺礼。难为你有如此想法，既如此，你同本王一同前去，以示对庄府的尊重。是。陈大夫，你可算来了，侧妃等你好久了。让侧妃久等了，我以为这个月已经给侧妃诊过脉了，所以就去城西药铺坐诊去了。没想到府里又缺人，换我过来。侧妃心里着急，还请陈大夫给细细查看。好。如何？恭喜侧妃，贺喜侧妃！恭喜侧妃，贺喜侧妃！何喜之有啊？娘娘怀的是双胎。双胎？单胎和双胎的脉区别不大。从前娘娘月份小，我没有诊看出来。今天细测发现，娘娘腹中上脉和下脉竟然同时强烈跳动，加上娘娘的肚子偏大，想必是双胎无疑了。家人们，说出来谁信啊？我一个女大穿书，竟然怀了一对双胞胎！娘娘，王爷和王妃来了，在前厅说来给老夫人贺寿。什么？王爷来了？好啊，竟然让我抓个正着，都当众抓手了，岂会有假？贱蹄子就是贱蹄子，连姘头都不止一个。这狗男人也不知何时勾搭上的。香云，带陈大夫走后门，先带陈大夫出去，我去见王爷。是。这次你们休想逃！王爷来为我贺寿，还不快谢谢王爷？臣妾谢谢王爷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多礼。王妃在后院并没有发现纳兰德，没找到，还不快去找？王妃莫急，这贱蹄子的姘头另有其人，奴婢亲眼看到他们手都握在一起。贱男人现在在何处？方才湘云送贱男人出府，被我双双在后院拿住，现在在咱的马车里。做得好。
谢王妃赏赐。我须得想个法子，让贱蹄子和贱男人共处一室。妹妹，今日见得令母，果然风姿卓越。世人都说岁月不伴美人，本宫今日是见识了。见了令母，就知道妹妹为何如此国色天香。原来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谢谢王妃谬赞，不过妹妹姿色不及姐姐1/10。现在拍我马屁，晚了，马上就是你死期。王爷，臣妾也为庄夫人准备了贺礼，只是这礼品比较特殊，臣妾想和妹妹一同去取，不知可否？什么礼品如此让人目瞪口呆的礼品。好，本王就和岳母大人等着你准备的惊喜。妹妹，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先跟母亲说几句话。母亲，看，姐姐还特意给你准备礼品。王妃能来为我贺寿，已经是我的荣幸了，无需贺礼。庄夫人，我与柔儿共侍一夫，情如姐妹，她的母亲我亦当母亲是否？还请庄夫人不要再推辞了。岳母大人，我既带令荣来府贺寿，岂有攻守之理？您就莫要谦让。阿玉，还人跟着柔儿。是。秋月，是我此刻怀着孕，要注意动作浮屠，我一定甩开这个疯女人。姐姐还没到吗？马上，礼品就在前面马车里。妹妹到了，礼品就在马车上，麻烦妹妹看一下是否合伯母的心意，可以的话，我差人拿下来。好。姐姐，姐姐看门！姐姐，王妃，这次可算逮住他了。你在这儿看好了，我去叫王爷。是。姐姐，姐姐看门！姐姐。陈大夫，侧妃，我们想办法先出去吧。柔儿呢？礼品呢？方才我和妹妹去取礼品，走着走着她就不见了。王妃，这里可是柔儿最熟悉的地方，她不会走丢的。是啊，妹妹对庄稼比我熟悉多了，所以我赶紧让秋月去寻，可算是找着了。既然找到了，为何不与你一同前来？臣妾不敢说。有何不敢？秋月找到侧妃之际，发现侧妃正和一个未着上衣的男子在前面的马车里。你说什么？休得信口雌黄！柔儿最知礼数，断不会做出如此有辱门楣之事。起初我也是不信的，这是秋月发现的那男子腰带，那男子已经宽了衣。放肆！在我庄家辱我女儿名声，当老身不存在吗？庄夫人，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又怎么会当着王爷的面说此等事？秋月还守在马车旁，是真是假，一去便知。带本王去。小贱蹄子，别怪姐姐无情，怪就怪你不检点。奇怪，秋月怎么不见了？王妃，你说我女儿在何处？庄荣和那男子就在这马车之中。给本王打开这马车！
是。庄柔呢？王妃，我女儿在哪儿？不可能，刚刚在里面的明明是庄柔，怎么可能呢？姐姐，姐姐，我就是刚刚出了个宫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秋月，去把那贱婢捉了，然后把小姐救出来。是。王妃，你的下人怎能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马车里？王妃，你的下人怎能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马车里？令如，为何秋月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马车里？给本王一个解释。我不知道。你自己说。王爷，王妃，奴婢不认识这个男人，奴婢真没有做什么秽乱后院的事，奴婢是被人打晕，扔到马车里的。一派胡言！我们庄府戒备森严，怎能有如此伤害之事？分明是你贼喊捉贼！奴婢真的不认识这个男人，我是清白的。你抬起头来。陈大夫，陈大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夫，王爷，侧妃，你们得为小的做主啊！小的在屋里求完诊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莫名其妙的被这个女人打晕，扔在了马车里。小的什么错都没有。你少血口喷人，胡乱攀扯！王爷，小的有证据。令如，这玉佩是本王赏你的，你作何解释？侧妃，这是在他身上搜到的。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没想到你竟然舍得将王爷送你的玉佩转手送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借花献佛了。这玉佩方才掉落，我一直在寻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此。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秋月跟陈大夫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是吧，王妃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是崔令荣，在我庄家还想设计我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些。好好的一场寿宴，竟生如此祸端，这生辰不过也罢。阿玉，扶我回去，外客请回吧。是，我们走。晋王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！别以为本王不知道，你就是分明想污蔑柔儿和外男共处一室，没想到计谋落了空。王爷，都是误会啊！王爷，秋月亲眼看到庄侧妃和外男独处，脱衣摸手，所以臣妾才误会庄侧妃的，都是误会啊！王爷，谁曾想那人是太傅。柔儿已经告诉本王，陈大夫从小给他看诊，对他身体状况悉知。当日恰逢陈大夫刚好在府上，于是便让他瞧了瞧，就被你们污蔑私会外男。王爷，咱们王府的太医难道比不上乡野庸医吗？他为什么在府上不看，偏偏要回家看？我看他明明是心里有鬼。王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庄侧妃有喜了。什么？柔儿有喜了？为何不告知本王？臣妾要是没有记错，您和庄侧妃是在3个月前圆的房，庄侧妃最多有3个月的身孕，可今日臣妾看她的肚子，好像是有5个月的。5个月？臣妾记得5个月前，庄侧妃和纳兰公子在听风阁可见过一面。吕公公，叫上王太医。
去城福殿。是。吕公公，叫上王太医，去城福殿。是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大夫问诊都看不清楚，害得我被王爷训斥。臣妾见过王爷。哼，你有了喜，为何不告诉本王？你还当本王是你的夫君吗？王爷恕罪，妾不是故意隐瞒的，因为妾身体虚弱，所以想太相稳定了再告诉王爷，不想让王爷空欢喜一场，故才隐瞒了3个月。哼，3个月，本王看你的肚子，可不像是3个月。5个月前，你和纳兰公子可是在听风阁见过一面。说，你肚子里的孽种是不是他的？王爷，你轻点，妾肚子之所以大，是因为妾怀了双胎。你说什么？今早陈大夫才给妾诊断过，说妾怀了双胞胎。此话当真？宋太医到。见过王爷。从前的王太医呢？禀王爷，王太医已经告老还乡，现在当值的是宋太医。帮侧妃诊脉去。是。宋太医，今日给本王诊清楚，诊不清楚，本王要了你的脑袋。是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庄侧妃怀了一对龙凤胎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庄侧妃怀了一对龙凤胎。你可是瞧仔细了？慢性平稳，老朽绝不会看错。所以柔儿的肚子大，都是因为双胎所致。是的，王爷，因是双胎，所以3个月的肚子看起来像5个月。好，太好了，赏。谢王爷。宋太医，跟我领赏去吧。柔儿，你辛苦了，都怪本王刚才听信谗言，误会你了。你可是我们李家的功臣呐。可是王爷，妾的孩子还在姐姐前面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她崔令荣肚子不争气，还不允许别人肚子争气，难道她一辈子不怀孕？本王要等她一辈子？笑话！柔儿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护着你，让我们的孩子安稳落地。城福殿如何了？刚那贱蹄子被王爷扼住了喉咙，此刻招了吗？奴婢不敢说。难道那贱蹄子已经被五马分尸了？还不快说！再不说，本宫剥了你的皮！王妃，侧妃确实也有3个月身孕，她肚子大是因为怀了龙凤胎。你说什么？王爷已经安排全府庆贺。王妃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快请起。锦荣，快给庄侧妃赐座。是。玄义久无子嗣，忧我心绪，使得我夜不能寐。如今你有了身孕，还是双胎，本宫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皇后娘娘福泽深厚，王爷鸿福齐天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皇后娘娘，玄义那边我已经交代，让他务必照顾好你的衣食起居，守护陛下的龙孙顺利诞生。你虽然比梁王妃晚怀了半年，但你是双胎，届时皇上一定会更喜欢你的双生儿。谢皇后娘娘吉言。我就说我当初选你准没错，庄首府为国尽心尽力，他的女儿也绝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庄侧妃，在皇宫许多事情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能带下皇嗣，对于你们庄家来说也是颇天的富贵。
你既然选择踏入这深宫，就必须要有搏到底的决心，明白吗？圣皇后不愧能坐上皇后位，目标明确，意志坚定，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我得把她这条大腿牢牢抱上。臣妾能够加入皇家，都是因为皇后娘娘的天恩。臣妾但凭皇后娘娘吩咐。好孩子。皇后娘娘，晋王妃崔氏求见。她来做什么？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是。你来做什么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妾这次来是想给王爷选2名秀女。从前本宫要为玄逸纳妾，你百般不愿，如今怎么想通了？从前是臣妾不懂事儿，现在庄侧妃有孕，无法服侍王爷，我身体有恙，还在调理。臣妾恐王爷那边无人照料，故想着为王爷再选几名新人。怕是担心王爷无人照顾是假，想为自己培养势力是真吧？我考虑考虑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方才崔氏说要为王爷纳新人，你怎么看？皇后明面上问我的意见，实则是在考验我。我怎能不同意王爷纳妾呢？皇家素来以开枝散叶为重，既然王爷已经破戒宠幸了我，那再来2个新人，王爷也同样会给予恩泽。臣妾认同王妃的说法。臣妾如今身子重，正愁不知道怎么好好照顾王爷。若是有新的姐妹入宫，也能更好的照顾王爷。你不怕王爷的心思跑到新人那儿去，冷落了你？王爷若是冷落了臣妾，那一定是臣妾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惹王爷烦心。臣妾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怎么能埋怨王爷的不是呢？好，本宫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好好养胎，其余琐碎的事交给崔氏去办。是。侧妃，王爷太过分了！新人进府之后，来咱们城府殿都少了，真是但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我哭了吗？侧妃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？有人替你服侍老板，你又不用干活，我有什么可生气的？我现在乐得轻松。现在我的宝宝能够顺利降生，就是我最开心的事。可是侧妃，我听说这次遴选都是王妃张罗，选进来的2个人都和她有关系。等他们势力稳定，肯定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的。到时候你不动他们，抵不住他们对你下手啊，侧妃。那2个现在什么情况？你去打探清楚。是。怀了宝宝之后，只想安稳度日，差点失了锋芒。小云说的没错，如今还不是懈怠的时候。风动翻动，我又如何能不动？侧妃，打听清楚了，这2个新入府之人，一个是县令之女苏雪儿，一个是富商之女魏庭云。他们2个都是崔氏精挑细选出来之人，自然也是他的人。目前3人相处和谐，常在后花园赏花呢。只要有女人的地方，就有对比跟竞争，哪怕面上和谐，水下也是波涛汹涌。可是奴婢跟了他们几天，他们真挺和睦的。只要厚此薄彼，终会有异心。魏淑妃，这个月的份礼送到了。这个月的份礼怎么这么多？送来的小厮说是王妃的恩泽，特意关照您的。咱这边的东西从样式到数量都比雪宫好得多。这衣裳可是苏缎做的，价值1000金。那边交代了，说是让魏淑妃穿的时候备着点雪宫那位，毕竟雪宫那位没有。小厮赏了吗？回禀魏淑妃，赏过了。王妃待我自是与众不同，不然怎么独独赏赐了我？替我更衣。是。弟弟虽然也给我做过苏缎的衣裳，但是这是皇家的苏缎，还是要比市面上好得多。那是自然，好的苏缎只供宫里。
只是衣裳虽美，我却只能独赏。王妃只说避着点雪宫那位，并未说避着点王爷。您穿得如此美丽，不让王爷看看，岂不可惜？说的也是啊。王爷现在何处？王爷此刻应在书房。走，去给王爷敬茶。启禀王爷，魏淑妃来了。她怎么了？魏淑妃说天气燥热，特意给您准备了凉茶，还说您最近公务繁忙，也要注意身体。她有心了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魏淑妃，请。臣妾魏氏给王爷敬茶。苏淑妃，云宫那位在书房给王爷敬茶呢。什么？王妃不是交代过不准打扰王爷办公吗？凭什么她能去？不行，我也要去。侧妃，那两位都过去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过去，别错过这一出好戏。什么？那两个贱蹄子都去墨韵斋了？把本宫以前的交代都当耳旁风了。看本宫今日如何给他们立规矩。今儿你这衣裳倒是不错，显得你更加娇俏可人。王爷喜欢就好。禀王爷，苏淑妃求见。今儿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去我墨韵斋来了？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妾苏氏给王爷请安。今儿你怎么也来了？臣妾见今日天气炎热，怕王爷热着，想着来给王爷扇扇子。他送凉茶，你扇扇子，倒也美哉。本王乐享其人之福啊。庭云妹妹，你怎么能穿苏缎呢？王府规矩，苏缎只有王妃和侧妃才能享用。我不知道有这个规矩。我看你就是想越俎代庖，还是你想说你不比朝阳殿和承福殿的那两位逊色呢？庭云不敢，不敢！你能穿着这苏缎满园子的逛，还来到王爷面前吗？魏淑妃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我真的不知道这苏缎设计等级。如若我知道，就是给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穿出来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只是看着衣裳好看，所以才穿来见王爷的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别无他意的。你个狐妹子，竟敢穿这么好看来勾引王爷！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叫苏雪儿。妹妹是富商之女，难道能不认得苏缎？苏缎我自是认得，只是我不知道这苏缎还涉及着等级。就算妹妹是商贾之女，也得懂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这府上那么多下人，难道你不能问上一问吗？简直胆大妄为！这衣裳是王妃送来的，所以我才穿的。放肆！本宫何时给你送过苏缎了？本宫何时给你送过苏缎了？好啊，魏庭云，王妃都不知道苏缎的事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盗府中财物！我没有。怎么如此热闹？你不在殿内安心养胎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自然是太想王爷了。好儿子，好女儿，你们乖乖的，千万不要为难你们娘亲。父王等你们平安诞生。王爷，宝宝乖得很，一点都不让臣妾受罪，也不看看他们是谁的孩子。这怎么都围在这儿？侧妃，您还不知道吧？魏淑妃穿着苏缎满院溜达，我看她呀，就是想打您和王妃的脸。侧妃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这衣裳是王妃送来的，所以我……魏淑妃，你可想清楚，王妃可是当家主母，她怎会不知规矩送你苏缎？今日我的丫鬟出门，才买我爱吃的点心时，看到你父亲的马车，是不是你把家中送的礼物和王妃送你的东西搞混了？你再好好想想。庄侧妃是在救我，我差点得罪王妃，犯了大错。王妃一定是怪我将苏缎穿在了苏雪儿面前，引来这场风波，所以才不说实情。哎呀，你瞧我这脑子！今日父亲给我送体检，恰好王妃给我送月俸，许是我将两批东西搞混了。那还不向王妃赔罪？请王妃恕罪，今日都怪我搞混了东西，我把家里送的当成了王妃的赏赐，请王妃恕罪。魏淑妃出身商贾，家中就这一个女儿，自然是把什么好东西都补贴给她。看来这苏缎也不例外。今日的事也只是一个误会，跟偷窃没有关系。家里富庶了不起啊？家里富庶就可以不守礼节吗？苏淑妃，
我不似你是官家女，我一介民女，真的不知道这苏缎只能王妃、侧妃穿的规矩。不知便要不耻下问，不知就可以先斩后奏了吗？王爷，今日的事确实是魏淑妃做事不周，但是古人云不知者无罪，魏淑妃出身商贾，身份低微，大字不识几个，父亲又一辈子无官无爵，说不定连官家的规矩都不知道，又怎么能交到好女儿呢？按照柔儿的说法，我得找魏岳父算算账了。依臣妾看，等下次魏岳父来看望女儿的时候，多带几坛绍兴的黄酒，如何？还是柔儿懂本王啊。王爷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令荣，你掌管后院，有教导后院女人礼仪礼法之责。倘若追究魏淑妃不懂礼法的罪，最终可是要落在你教导不周的头上。王爷，王妃事务繁杂，偶有纰漏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要是怪王妃，我可看不下去。请王爷宽恕王妃，请王爷不要苛责王妃。今日都怪我不懂规矩，我这就回去学习女诫。侧妃，您这招真厉害，我看他们三个的关系是回不到从前了。那是当然了，他们三个怎么能跟我比？魏淑妃求见，让他进来吧。庭云拜见侧妃。起来吧。多谢侧妃。上次的事情多谢侧妃解围，民女不知该如何感谢，特备了些薄礼献给侧妃。来，端上来。放那。你这不是薄礼，是厚礼了，想必是还有事所求。侧妃，自从上次苏绣的事情之后，王妃就处处与我为难。王妃她一直安排苏淑妃事情，如今我根本见不着这王爷。原来是这件事情。父亲说我是家族的骄傲，今后魏氏兴衰荣辱就靠我了。你父亲倒是个聪明人，也是，要是不聪明，生意怎么能做那么大？要我帮你也简单，但你必须事事听我的指挥，不得自主行动，明白吗？庭云谨遵侧妃教诲。起来吧。多谢侧妃。你先把你这身绫罗绸缎都脱掉，换上粗布麻衣，还有你的金银首饰都换成木的，越素越好。可是侧妃，我本就不如苏淑妃艳丽，若是再穿的简朴，怕是更难出头啊。你真是一点都不懂男人的心思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来一碗清粥小菜才是人间美味。侧妃，皇后娘娘特意吩咐老朽要照顾好你，这是老朽分内之事。我明白，只是有件小事想要麻烦你。但凭侧妃吩咐。柔儿，宋大夫说你每日要适当走路，到了生产的时候才会好生一些。臣妾知道了。王爷，这花园换花匠了吗？这花可真好看。后院之事都是令荣在管，本王还真不知道。王爷，你看那是魏淑妃吗？是她。王爷，你别说，这魏淑妃种花种得真好看，是挺美。王爷，臣妾有些乏了，想回去休息会儿。还不赶紧扶你家主子回去休息？是。你别说，魏庭云这套粗布衣衫对李玄义的冲击力，不亚于老婆打扮成高中女生对老公的冲击力呀。你今天气色不错呀。昨晚王爷留宿我云宫，同我圆房了。你记住了，从今以后，你的衣服和配饰就选干净简单的。那苏雪儿她妖艳，让她妖艳去；你长得比较寡淡，就走纯欲风。侧妃，什么是纯欲风啊？糟糕，怎么把现代词语说出来了？就是柔弱风哦，你要让人对你忍不住保护、呵护那种。你记住，在王爷面前，你要轻声细语，让王爷一回到云宫，就有一种完全放松的感觉。多谢侧妃教诲。
侧妃，你不怕他得宠吗？怕，不过崔令荣比我们更怕，让他们鹬蚌相争，咱们渔翁得利去。王妃，不好了，魏淑妃有喜了！什么？废物！简直废物！看看魏淑妃，再看看你。王妃，王爷被魏建日迷得团团转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本宫给过你机会，谁让你多次不争气？现如今，王爷根本懒得看你一眼。王妃，雪儿知错。王妃，你不能放弃雪儿啊！事到如今，你先跟魏淑妃搞好关系，王爷看到你照顾魏淑妃，说不定还能念着你的好。再说，王爷常去云宫，你还能多见见他。是。秋月，奴婢在。把咱们屋里补气血的阿胶糕准备一份，让他给魏淑妃带去。是。叩谢王妃。苏淑妃，你怎么来了？天云妹妹，从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你如今母凭子贵，未来发达了，可要多提携提携姐姐呀。妹妹慢用。妹妹慢用。你不是嫌我粗鄙，不懂规矩吗？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不会说话，都怪我。我不会说话，都怪我。我这张嘴要打回你雪宫打，在我云宫打算几个意思？好好好，等我回去再打。妹妹，我今日来是来给你贺喜的，拿上来。妹妹，这是宫里御膳房做的阿胶糕，是王妃赏我的，我一直没舍得吃。如今妹妹身子比我更需要补气血，我特意拿来赠与妹妹。这是王妃赏赐你的，我怎能夺你之好？我之前偷听王妃和秋月密谈，说王妃这辈子再也怀不了孩子了。未来的王妃不是你就是庄侧妃，妹妹你比庄侧妃年轻，我更看好妹妹登上未来王妃之位呀。此话当真？王妃真的这辈子都怀不上孩子了？我听得真真的，此等大事我岂敢说谎？我如今把如此重要的秘密都分享给妹妹你了，妹妹你还不懂姐姐的心意吗？多谢姐姐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与姐姐同时进府，对姐姐的情分自是要比那高高在上的两位多。若姐姐能护我安稳带下孩子，等我坐上王妃之位，定让姐姐坐上侧妃之位。但凭妹妹差遣。来，快尝尝。不要吃。不要吃。来人，将谋害皇嗣的杀人犯给本宫抓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谋害皇家子嗣，难道这阿胶糕有问题？在苏淑妃房间里发现了麝香，东厨扔掉的阿胶糕废渣里也有麝香。你竟敢谋害我的孩子！庶妃苏氏谋害皇家子嗣，从今日起永居冷宫，带走。多谢王妃救我孩子性命。你是我亲自挑选的，我又怎能让你有恙？侧妃，王妃向来与苏淑妃交好，怎么会帮魏淑妃呢？因为她等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皇太医告老还乡之前，我曾问过崔氏的情况，他说崔氏曾经怀过一个孩子，不过是个女孩，她想要个儿子，就用药流掉那个孩子，可药劲过大，伤了身子，这辈子难再怀上孩子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如今我的一双儿女马上就要出生，崔氏身为王妃却没有子嗣，到时候王妃位置难坐稳，
与其说他在体恤魏淑妃，倒不如说他在体恤魏淑妃肚子里的孩子。你是说他要去母留子？魏淑妃以为攀上王府这棵最粗的树，殊不知崔令荣想要只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崔令荣这么多年没有子嗣，却能稳坐王妃之位，可见他的本事。在这王府中，我的对手从来只有他，其他人不足挂齿。我来抓你们了！抓不到，抓住啦！抓住你们啦！去自己玩吧。一切如我所料，魏淑妃生子后很快得了疯病，孩子被安排认崔令荣做母。崔令荣膝下有子，便再也不提为李玄义择选新人之事。湘云，今夕是何年？娘娘，您糊涂了，如今是开月32年。到了，终于等到李玄义父亲驾崩那年。书中此时原主和崔令荣都已死，成为太子的李玄义另娶高门贵女，最后登基。这一次，崔令荣谋害我的子嗣没有成功，也因此没有被流放。那么李玄义登基前，就是我坐上皇太后最后的机会。宝宝，妈妈一定站在紫禁之巅，让你们子凭母贵。下月初就是父皇的60大寿，皇家子孙都要到来，你们可为孩子准备好敬献给父皇的贺礼。回禀王爷，臣妾替灵儿亲手缝制了一件华服，敬献父皇。这绣的可是八卦图？正是，父皇仙人之姿，醉心修道，看到此物定会欣喜的。你倒是会讨父皇喜好。那柔儿，你替昭昭臣臣准备了什么贺礼？这是玉兰。回禀王爷，这是百年玉兰，历经100年风霜雨雪，如今仍生机勃勃，就像大红一样屹立不倒，就像父皇的身体一样康健有力。本王还是第一次见百年玉兰，父皇素来喜欢收拾花花草草，见了这株百年玉兰，定会欣喜。这次寿宴，梁王府也会出席，你们代表的是我的脸面，切不可出纰漏。是。侧妃，如何？探子已经打探清楚了，梁王给圣上准备的是张天坤的五行经。什么？五行经真的被他们找到了？这东西很贵重吗？此物是无价之宝。传闻张天坤闭关数10载，将阴阳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参悟透彻，铸此五行经。修炼此经者会长生不老。什么？长生不老？真假姑且不论，单凭圣上是张天坤铁粉这一点，此物就价值连城。侧妃，什么是铁粉啊？就是非常欣赏张天坤的意思。皇帝嘛，都想千秋万代，大多数到了人生末年就想着修道，当今圣上也不例外。他痴迷于张天坤的学说，试图参透天地之五行。梁王此物可是送到圣上心坎上去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是不是比不过梁王了，侧妃？别着急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我可是看了很多宫斗文的。有了。柔儿，今日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父亲来信说梁王他们准备的寿辰礼是张天坤的五行经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，这下彻底输给梁王了。那五行经可是无价之宝。王爷说我能让梁王一败涂地，风头尽毁，您能给妾什么赏赐？你若能让本王胜过梁王的风头，天下的金银珠宝，只要本王能找到的，任你挑。
王爷，这些妾都不想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王爷应该也知道，陛下已萌生退意，此次面上是祝寿，实则是在考验你和梁王。所以这次寿辰能不能送礼送到陛下心坎上，就变得尤为重要。说不定陛下一高兴，就在您和梁王之间选择一个人继承大统。此话不假，父皇从前从不大办圣辰，这次颇有些让位的意思。王爷，妾有办法让王爷胜过梁王，只是妾也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只要你能让本王胜过梁王，你的所有要求本王都答应。若我想要王妃之位呢？若我想要王妃之位呢？柔儿，你在这靖王府从来都不争不抢，如今你是怎么了？王爷，若妾仍然孑然于一身，那妾自然无欲无求。可如今妾已经有了昭昭跟晨晨，妾需要为他们做打算。可丽柔是本王的发妻啊！臣妾知道，所以哪怕臣妾生下了晨晨跟昭昭，也从未奢求过王妃之位。可是，妾若不是王妃，哪怕晨晨的生辰比灵儿要大，她也永远只是个庶子，做不了嫡子。古神曰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”妾只是想替王爷的长子晨晨谋一个好的前程。确实，晨晨是本王的长子。只要你能在寿宴上让本王胜过梁王，本王便答应你的请求。谢王爷。今日儿孙满堂，朕甚是喜悦。天佑我大洪，皇上福泽深厚，惠及天下。朕老了，已是花甲之年，如今朕想做的就是收拾花花草草，读读经，修修道，不再被凡尘俗世所束缚。皇上做什么，臣妾就跟随皇上做什么。哪怕皇上去耕地，臣妾也换上布衣，跟随皇上去耕地。献礼吧。陛下，要不先从梁王开始吧？可以。梁王献礼。梁王府献礼。恭候父皇60大寿，特此献上张天坤、张真人的五行经。什么？你找到了张真人的五行经？让朕看看，是不是张真人的真迹？这大殿这么昏暗，害得父皇看得这么费劲。父皇，我替您照着吧，大殿灯暗。如此甚好。王爷，你别忘了答应我的，好戏可马上要登场了。人属木以干也，亦属金也，肺也；离属火也，心也；志属水也，肾也；性属土也，脾也。嘿，是张真人的真迹。父皇都说梁王送的五行经是真的了，你如何翻盘？别着急，王爷再稍等下。等在近些，朕要细细看走穴之法。父皇，皇上，父皇，你怎么了？父皇，太医，父皇，陛下，陛下，太医，太医，快查太医！没事吧，父皇？啊，哎，父皇，梁王，你可知罪？皇后娘娘，本王不知犯了何罪。你自己看。观此书者，为天命。
3日之内死？怎么会这样？儿臣根本不知情啊，皇上！陛下生辰，你送死贺礼，你是何居心？玄坤，你是要朕死吗？你明知朕信奉张真人，定会严毒此术，还送死物，你要干什么？父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儿臣不知情啊，父皇。朕本就打算授臣之后退位，连这些时日都等不了吗？你就这么怕朕死吗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秘密，不过是雕虫小技，用明矾水提前将忤逆之语写在书上，火烤后即可现形。方才我说大殿案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拿火烛看书，这滚烫的烛蜡滴在纸上，自便显形了呗。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将梁王及其亲眷关至慎刑司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放出来。儿臣真的冤枉了父皇！父皇，儿臣冤枉了父皇！没死！看来梁王这次是在。宋太医正在为陛下问诊，诸位王公稍等。希望父皇无恙。父皇福泽深厚，定会没事。王爷，我赢了，我要的承诺，本王自当履行。昭昭晨晨，妈咪做到了。妈咪马上是王妃，未来就是皇后，你们可以子凭母贵了。不好！抱歉，是我一时内急冲撞了你。庄侧妃哪里话，从来都是奴婢给主子赔不是的，哪有主子给奴婢赔不是的？是我冲撞了你，我道歉应该的。从前就听皇后娘娘说，庄侧妃是个极好的人，今儿奴婢也是体会到了。姑姑，你有见到崔王妃吗？王爷见不到王妃，怕迷了路，特意叫我来寻她。我看崔王妃往那边的锦绣殿去了，估计出宫去了。锦绣殿？锦绣殿就是正殿东边的偏殿，你们的家眷和今天所带的贺礼啊，都是在那儿候着呢，等候主殿调遣呢。谢谢姑姑指点，我这就去找王妃。哟，妹妹不是跟王爷聊得正欢吗？怎么来这后院呢？姐姐，你不在正厅好好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方才席上茶水喝多了，出个宫。茅房在锦绣宫，你进来这里做什么？庄柔，本宫一日不退，你就只是个侧妃，你怎么跟本宫说话呢？本宫要去干什么，还用跟你汇报？妹妹不是担心这里灰尘大，脏了姐姐衣裳吗？少在这惺惺作态，本宫不需要你关心。湘云呢？回禀侧妃，奴婢不知啊。糟了！你们两个赶紧给我找到湘云，找不到我扒了你们的皮！是。我没事，这上面是干的，下面是湿的，这话被人教过了。无色无味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是湘云教的，没有必要再放一层干的土来掩盖被教过的事实。既然掩盖了，那就一定是放了什么东西。是什么呢？禀告侧妃，湘云姑娘找到了，快带我去找她。是。你说你去上茅房，醒来就是我找到你的时候。是。你几时去的茅房？有时。现在是戌时，足足1个时辰，够崔令荣做许多事情了。侧妃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去茅房的。你今日可曾喝过什么东西？
为了不去茅房，我连水都没敢喝，就吃了个饼子。看来饼子被人动了手脚，还真是防不胜防。庄侧妃，您在这儿啊？宴席开始了，就差您了。陛下吉人天相，已无大碍，贺臣继续。靖王府，你们准备了什么贺礼呀？父皇母后，臣妾亲自为父皇缝制了一件道袍，进献给父皇。这上面的八卦符是你亲手缝制？回禀父皇，是臣妾。父皇，令荣这件道袍绣了整整半年，一针一线都是他亲手所绣。有心了，此物虽不华贵，但的确用心，真喜欢，赏。臣妾谢父皇。庄侧妃，你准备了什么贺礼？臣妾庄氏为陛下进献百年玉兰。百年玉兰，这就是百年玉兰吗？似乎甚美呀。时间紧迫，只能换了盘和土，希望百年玉兰能撑下去。贱蹄子，这一次你输定了。你说这是百年的玉兰？回禀父皇，是这株玉兰种于承德年间，过了百年仍然生机勃勃。好，我看这玉兰就如同我大红的国基一样，绵延强劲。贱蹄子，马上就是你哭的时候。哎呀，快看呀，神树显灵了！哎呦！陛下，他是诚心的吗？庄侧妃，梁王咒本王，你咒本王的大红，我看你头上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？好啊，崔令荣，我以为你只会破坏我的树，没想到你是要我的命。显灵了，玄清大师显灵了，玄清大师说的显灵了。南明寺的玄清道长，他说什么了？快说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百年玉兰已有大红王矣之时，便是新帝出世之际。大红很快就要迎来百年盛世了。盛世？谁是新帝？玄清大师有没有说谁是新帝啊？玄清大师说，父皇的子孙少数3周，谁是新帝，众人一眼便知。真是这样？玄逸，你先绕树3圈。玄逸，你先绕树3圈。是。哎，你瞧见了吗？这是何反应啊？陛下，树有变化吗？朕没看到。没有啊，本宫也没看到。那天命新帝应该不是玄逸。玄逸，宣你的嫡长子觐见。这树要是有反应了，还能让小孩继位啊？1圈，好像还是没有。2圈了，那会是谁？是没什么？也没反应。庄侧妃，你怕是唬人吧？父皇，这是玄清大师说的，又不是臣妾说的。宣，梁王，
与梁王嫡子觐见。皇帝这老登，涉及到自身利益，连惩罚都不算数。这梁王竟没有反应吗？说还是没反应。那这究竟是谁呀？我是没看见，这没反应啊！灵之子有可能吗？这小孩若有反应，能传给他吗？我看都是那老道一派胡言。来人，将那老道给朕抓来！陛下消消气，还有一个皇子呢，虽然是庶子，但是也是玄义的儿子，皇家的子孙呢。好，还有晨晨，差点把晨晨忘了。宣晨晨，就这笨样子，还天命心地呢，还不如我家灵儿。庄侧妃，快把他扶起来。慢慢的，走3圈。没人能有反应。瞧瞧，陛下，您看，有反应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有反应了！陛下，快看！陛下，是不是有东西在发光？朕看到了，快，给朕呈上来。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晨晨绕树时天降吉祥，莫非他就是天命星君？天赐之物就在此，那还能有假？陈公公，你旨，朕要把这大红的江山传给晋王的庶子李晨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一会儿给玄清大师大赏，要大赏。是。不，一定是那个贱蹄子在搞鬼，我不相信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是我搞。这是什么呀？少爷，一会儿在屋里转圈的时候，假装跌倒，将此物都倾倒在花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花盆底刚才被隐换成发热硫磺石，只待晨晨手里的灵粉一撒，便可马上自燃。届时我的晨晨就是天命星帝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不可能！新帝登基，拜见陛下。在我穿书的第6年，我如愿坐上了皇太后之位。只是玄义对我的不满却越来越深。也是，我让我的晨晨做了他本该做的皇帝之位。太后，小心着凉。太上皇呢？在书房，崔贵妃也在那儿。今日是我的生辰，奴婢这就去唤太上皇。我去吧。玄烨，你的文韬武略还未实现，如今屈居慈寿殿，你甘心吗？可晨晨是本王的儿子，本王下不去手。玄烨，等你坐上皇位，你未来可以有无数个儿子。玄烨，柔儿说的对，本王还年轻，不能就这么颓然。这大红江山本就该是我的。门口有人。你又在疑神疑鬼。庄柔从来不来我这书房，哪有什么人？你刚刚说的是
须得好好谋划，要做的不露一点痕迹。毕竟晨晨是先皇钦点，如今先皇尚在，不能让他发现端倪。臣妾明白。厨房做了您最爱的冰镇樱桃酥，还热了2壶绍兴黄酒。呈上来吧。是。话便说。太上皇，今天是太后的生辰，您要不要？他生辰又如何？他生辰，本王就得在他身边。他只宝贝他那一双子女，何曾想过本王？他自己对本王不仁，就别怪本王对他不义。太后今日一直在等您，那就让他等着。你也给本王滚！滚！玄烨，也因为他气坏了自己身子，不值得。我知道了，他的酒给他管够，他不是爱喝，那就让他喝个够。是。母亲，看朕写的好不好？张太傅给朕指点的。陛下写的比昨日好，陛下一日比日写的好。启禀陛下，太后、太上皇和崔贵妃轰了。你说什么？昨日2人在书芳斋饮酒，醉酒之后又到御花园散步，一不小心掉入湖中，淹死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快传宋太医！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你吓死晨晨了！晨晨已经没有了父亲，再没有你该怎么办呀？皇后一定拼尽全力留在陛下身边，但是陛下你要记住，你是大红的皇帝，就算天塌下来也不能黄。儿臣记住了。启禀陛下太后，太上皇的后事如何安排？玄烨是本宫的丈夫，陛下的父亲，就按最高规格下葬。那崔贵妃呢？合葬吧。母后，您如今才是父亲的正妻呀，我才不要跟那个老登合葬。你父亲心心念念想的就是崔贵妃，满足他的夙愿吧。就按母后说的办。崔令荣，我只不过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你可别怪我。崔令荣，我只不过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你可别怪我呀。太后，太上皇今夜不过来，您不必再等了。李玄烨，你浪费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会让你害死我儿子的，谁都不能。江源，把这个给太上皇送过去，让他喝个够。另外，再找机会让他跟那个贱人失足落个水。事成之后，我让你做掌印太监。多谢太后厚爱，奴才定不辱使命。香园，上死是跟着的，他若反水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宣旨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以冲令兼作，乾坤出掌，然正书繁剧，恐负列祖厚望。皇太后庄氏贤明淑德，速成天命，军机要务，民生吏治6部奏陈，藩国朝贡，悉由太后监裁，代朕朱批。3品以上牵折，10万兵符调遣，宗室绝路更易，必盖奉印，方得施行。钦此。谨遵陛下圣旨。来到王府的第1天，我便说此生无论运用何种手段，我都要改写原主惨死的命运，当上手握至高权柄的皇太后。此刻我做到了。